之前我记得有一次的地震，民众疑问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让那个狗狗穿鞋子保护它的脚？它很容易会产生高低落差的误判，那其实这个对狗狗在现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那么今天呢，我们开门见山的告诉大家，我们终于要来聊聊关于搜救犬以及领犬人的故事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我去做访谈的一个整理跟记录。那既然讲到访谈嘛，我们就要先来感谢一下这一次接受我访谈的这位学姐，她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搜大队大埔消防分队搜救犬队的赖冠杰学姐。所以我想今天呢，分成3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些搜救犬以及领犬员他们是从何而来的。再来第二个部分，成为搜救犬或者是成为领犬员之后，他们的一天生活、训练以及出勤的状况是什么，以及最后当这些搜救犬他们退休退役之后又会何去何从。他说其实他们大部分呢，这些搜救犬的来源都是海关的缉毒犬培育中心那边一些淘汰掉的狗狗。这些海关他们在做缉毒犬培训的时候，总是狗狗之间会有一些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能力，那它可能不适合担当在机场做缉毒犬的工作。他们其实呢是有些特性很适合当搜救犬，那他们就会把这些狗狗呢带回来，把他们教育成搜救犬。需要成为搜救犬的特质是什么？他说首先就是他要有很强的诱因。好，他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呢，要爱吃贪玩。他说这样在训练当中，你拿吃的东西给他当作诱饵，他会比较有强大的动力参与到这个训练当中。第二个特性，必须要亲人不怕人，对于人的这个警戒心不能太高。那很多浪浪呢，他可能因为在外面流浪过，甚至可能被虐待过，会变成对人有很高的警戒心，那就不适合来担任搜救犬。那最后这只狗狗必须要有很高的抗压性，就是因为我们在搜救现场出现小小的坍塌，或者是有巨大的声响，狗狗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回复能力。它被吓到了，能不能够很快速的回到它的工作状态？讲完这个狗狗之后呢，就要来谈谈人了。他们常常在讲，领犬人要有3心，就是耐心、爱心跟细心。他说因为其实训练搜救犬呢，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你训练了5年才看得到它的成效。第二个爱心就是你的这个责任感要很重，你今天对待的不是一个器材，它其实对待的是一个生命。今天你稍微有一些偷懒，你可能影响到的就是另外一条生命。他甚至跟我讲一个很写实的情况，狗狗如果今天拉屎了，你不赶快把它清理掉的话，回头可能就不知道被哪一只狗狗给吃掉。那最后一个是细心，也就是你只能从它很细微的叫声变化啊、肢体动作啊，去观察出它是不是今天身体不舒服。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2个阶段，这个领犬员跟搜救犬他们的一天生活。早上起来就先张罗他们上厕所啊、吃饭啊，然后呢这时候可能会做一些小小的训练。这些狗狗它体力体能状况你需要照顾它一下，不能让它太劳累。通常一个小训练大概5到20分钟左右，就变成是你的一天会被切得很零碎。除了这些小训练之外啊，打扫环境嘛，准备他们的食物，准备一些就是训练的奖品。讲真的其实光是准备奖品、准备食物这些杂事，可能上午已经过了。接下来呢，他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带他们到训练场去。他们不能一直在固定同一个训练场里训练，都在同一个位置训练的话，你训练不到各种的不同变化。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去河滨公园的大草原，所以说他们这时候会有另外一个领犬员当安全官，请这些狗狗或者小朋友或是其他的饲主不要靠近，因为这时候狗狗在做训练，不希望被打扰。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跟这些搜救犬接触的话呢，你要等他们训练结束。建议大家你就问在旁边做安全管制的那个领犬这样是最有礼貌的方式。回到驻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天黑了，接着就要帮狗狗洗澡。他说他们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会去检查这只狗狗今天一天训练下来有没有哪里受伤。那除了身体这件事情有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到有些狗狗在训练的时候它好像今天心情不大好，怎么办？他说没有办法，你可能要安慰它一下，但是因为它是工作犬，
他必须要克服他心情不好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会让他做训练，让他养成服从的习惯。这里讲到这个，我还是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说他们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怕这个狗狗今天找了一整天，什么东西都没找到，他会觉得沮丧。真的哦。所以呢，他会偷偷放一个暗桩，让狗狗去发现它，让狗狗觉得今天说，我今天还是有功劳哦，让他们在工作上的动力能够继续维持。之前我记得有一次的地震，民众疑问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让那个狗狗穿鞋子保护它的脚？这些鞋子呢，有一些这个狗狗穿起来之后，它的脚其实会不舒服，而且会去影响狗狗脚的散热。那再加上呢，触觉会变得不敏锐，它很容易会产生高低落差的误判。那其实这个对狗狗在现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那再加上呢，其实狗狗自己的脚是有爪子的，其实狗狗的脚的抓地力反而是比鞋子好。这样子的话还需要鞋子吗？其实呢还是有鞋子的必要。夏天天气很热，那中间的路又是柏油路，那这个时候他们在走过去的路程当中，就会先让狗狗穿鞋子，避免它脚被柏油路给烫伤嘛。所以他说这个领犬员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要不要让狗狗穿鞋子。其实讲到这个他们的搜救工作有分成2种工作形态，一个叫做瓦砾赈灾搜救犬，一个叫做路径追踪搜救犬。他说这2种呢其实不大一样。瓦砾赈灾搜救犬，它要找的是不特定的活人，它要针对的是活人的气味。那刚才讲的另外一个路径追踪搜救犬呢，它要找的是特定的人，它要去找这个人往哪个方向走，走过哪些路。路径追踪搜救犬才会拿那个人的物品给他闻，因为他要找的是特定人。瓦砾赈灾搜救犬是不会闻人的物品的。那有些人就会想，那路径追踪搜救犬是不是能够拿去做山搜？他说原则上好像没问题，但实际上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阻碍跟限制。例如你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人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大海捞针。包含山区里面会有很多味道的杂讯，不像大家想象的，我只要闻了那个人的物品之后，我就一定找得到。最后呢，可能有些人真正好奇的问题是呢，这些搜救犬退休之后，我能不能养它？他们会在各县市的消防局上面不定期放出这些狗狗要给人家领养的资讯。其实你要领养的时候呢，他们都还是会派领犬员到你的家里去做一些访谈，去做一些了解。提醒一下各位啦，如果你要领养搜救犬的话，你可能要有2件事情必须做好心理准备。第一个，他们都是已经年纪很大，准备要退休的狗狗了，很有可能你领养它之后过没多久，它就会离你而去。那第2件事情，他们都是老人家了，所以每一年的医药费、身体健康检查费都是所费不赀。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比较神秘也比较有趣的救灾领域，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也有想要领养搜救犬吗？欢迎底下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你就发现那个领犬员跟那只狗就越来越像。我可以理解，有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狗狗全部一起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狗狗可能就马上集成一团有些狗狗可能就会自己到旁边的角落待着。然后说你看那个角落旁边待着的狗狗，它的主人也是一样，每次参加聚会就是旁边那种比较社恐你养久了它就跟你越来越像。